北约因为窃听欧洲盟国事件与丹麦撕破脸，美国监听手段非常强大，为何还要把丹麦拉下水？美军对中国的监听更是无孔不入，后果有多严重？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这个北约呢，对这个丹麦的一个举动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个丹麦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啊，那现在帮着美国去监听，就是这些欧洲盟友的啊，特别是德国呀、法国呀，这都老北约的国家呀，监听他们这些领导人的谈话，监听他们的这些会议，监听他们相关的这些就是谈论的这个相关的内容。那么从这件事上，我们怎么判断？就是为什么美国自己不去这个监听，而要让丹麦去监听欧盟或者是北约这些国家领导人的谈话呀、会议啊这些情况呢？我们讲，其实他这是手段更隐蔽，因为我们讲美国本身就有很强大的这种情报的搜集网。它的天上的卫星是最多的，其次它有大量的这种军用的侦察机，比如说在俄罗斯周边或者在我们周边啊，就是飞行的这种 RC-135啊这样的号称电子吸尘器的，它是可以侦听你的这些手机呀、雷达呀，还有这个地面上啊这些无线电的频谱的，它这也是监听手段。还有呢，就是这个海底的光缆啊，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海狼级的这个攻击性的核潜艇，它是肩负着特殊作战任务的，因为一般的核潜艇下潜到300米，它可以下潜到500-600米。我们再看它在陆地上还有大量的这些，比如说搜集情报的这些雷达站或者是监听站，它也有。那既然美国它有这么强大的这个监听的手段，为什么就是要通过北约的这个丹麦？因为丹麦啊，它在联通就是欧洲，特别是北欧、西欧这些国家上呢，它有一个就是通信上的这个通道。因为你无论是光缆还是其他的，你总要有通道的，它不是就靠无线电波来这样传播的，不是的。所以当你的这个就是设备的终端和这个线经过丹麦的时候，那么丹麦就是一个必经之路。那在这个区域上的，由于丹麦也是一个欧洲的国家，所以它在这里边做手脚搞名堂，一定不会引起比如说德国呀、法国呀或者其他国家的这些就是敏感，或者是引起他们的关注啊。所以当他来窃取了就是像德国呀、法国呀他们领导人的这些谈话或者是相关的这些通信的秘密之后呢，不会引起这些国家怀疑，他就认为我们都是一体的，都是盟友，怎么会来监听我们呢？所以呢，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所以丹麦把这些就是北约相关国家的这些监听来的情报全都提供给了美国。当然这件事情暴露出来也是丹麦的国防部门捅出来的因为它是利用军事上的手段来监听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的谈话，比如包括手机他们的这个电子邮件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国是在利用北约和欧盟国家之间的这些矛盾，或者呢是说通过这个丹麦，因为丹麦给他提供了情报之后呢，丹麦作为北约或者欧盟里面的国家，它不是分量很重的它和德国和法国的这个在北约里边的分量那是不可相比的，所以呢，他也就是帮着美国来站台，帮着美国来做事，实际上呢，就坑害了自己的这个盟友。那么美国的此举既达到了就是使北约或者欧盟的其他的国家自己内部的不协调当然呢，就是又窃取了他们情报，这说明美国对这些北约和欧盟的这些国家是不放心的。因为你只有不放心，你才会监听他，就看他们的这些行动或者他们的这些决策对美国是否有利。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顾一切的，所以弄得
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非常的恼火啊，就是说你作为盟友还来监听我们啊。其实斯诺登在很久以前叛逃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事捅出来了，说明美国这种监听活动根本就没有断。那我们就可以更广泛的推断，就是他对自己的盟友都在监听窃听，那对他的潜在的对手或者是他的敌人呢，那更是如此。所以通过这件事呢，我们也要从中吸取教训，对我们的这些手机呀、电话呀、邮件呐、秘密的事情不在这里面谈，因为这个隔窗有耳啊，就是不定谁在对你进行这种监视和偷听呢，起码美国就是其中之一。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